好，欢迎收看《台湾假套套》，我是石小倩。来到南台湾的高雄吃美食，你知道有哪些是必吃的老字号名店吗？今天我们的节目将要帮您一次的网罗。首先，我们来到的是爱河旁的这一间半世纪的米糕店，不仅风景优美，而且米糕它吃起来更是香气十足，拥有不少死忠的顾客。而且它更特别的是老板呢，他把这个蒸蛋变成了2吃，让客人可以一边吃蒸蛋，那么还可以一边喝到高汤，简直就是一举两得呢。悠悠河边吹来阵阵凉风，翠绿树荫让人心旷神怡。来到爱河旁这一家传承了3代的米糕店，不论是品尝哪一种传统小吃，都可以很优雅。在这边吃米糕然后抬起头来，对面就是爱河，边吃边看风景心旷神怡的感觉。从北港来到高雄，米糕一卖就是一甲子。为了要纪念祖先，米糕的制作可是遵循古法，道道费工。像是里头的肉燥，就有肉块和肉末2种口感和做法，让客人每一口可以吃得到扎实的肉块。为此，老板每天都要汆烫当天现宰的温体猪瘦肉，再用独门调味料搅拌入味。像咱这个米糕，伊这个肉嘛是讲现态，咱咧摸，拿来讲摸到变价，咱就不爱用啦。爱会甜，咱所有米糕迄个肉汁迄个甜度开出来。更费工的还有米糕的重头戏猪肉燥，用猪油爆香虾米，加入后颈肉和独家的香料，不停的拌炒，过程全都要寸步不离，看顾火候。看见老板一个人挥动锅铲，同时要兼顾2个大锅，汗如雨下。老板说这不算什么，假日的时候他还要炒上3个锅才够卖呢。为了让客人吃得更健康，老板也用冰糖和白糖来取代味精，这些可都是老板最坚持的做法哦。坚持就是讲，咱的米糕爱互这个人客食会满意，阮嘛是一直咧改良研究口感像这个甜度咯这个物件要用新鲜的，物件要极选的。做阮久就是我嘛甲跩囡仔讲物件咱拢爱用较好的。起锅后的肉燥和猪瘦肉一起分装到碗里面，就可以等着糯米加入。但是要米糕软 Q 好吃，就要精选上等的好米。米的选材的话，就是以浊水溪的那一种长糯米。长糯米的话，对我们这种米糕的话比较适合，而且我们都是用上等的长糯米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选了最好的米，炊煮工具当然也不能落苦喽。用杉木做成的木桶煮饭，不只有淡淡的木香，更能让米饭粒粒分明。木桶的话，它比较会吸水，吸水的话它这样子米它才不会有过多的水分，会吃起来这样软软。所以说我们的米糕就是一颗一颗隔水加热，米饭在木桶里窜出阵阵的香气。这个时候还要开盖加水，才会让米糕软 Q 带劲。不过费工的地方还没有结束，煮完的米糕还得和着调味料、肉燥汁搅拌均匀，才能加入肉燥的行列，再蒸一次。这样搞缸的步骤都是为了要呈现最好的品质哦。这边米糕比较类似像北部那米糕，就是打米糕，就是弄上去，然后之后下去蒸，所以那个米饭都会去吸收到那个肉燥的香味。所以吃起来就是有那种化不开的那种香味。它这个米糕的那个上面的肉就是有肥有瘦，然后吃起来很顺口，然后那个瘦肉都很大块然后就是不像一般都只是肉末而已，就很好吃。同样的肉燥咸香，在蒸蛋里头也吃得到。利用肉燥的精华肉汁加入蒸蛋，再放入普里香菇和假心肉，丰富口感。经过蒸煮，独家的台式蒸蛋水嫩滑 Q， 口感仿佛像布丁一样。蛋也很滑嫩，它吃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很像在里面滑来滑去的，会感觉起来很舒服。我儿子现在已经小5了，在幼稚园的时候，因为我觉得说他蒸蛋都蛮绵密，蛮适合小孩子入口的，然后我就很放心让他吃。然后每当我们每次来盐城区的话，我都会顺便路过的话带他过来这边吃。这种颠覆日式蒸蛋的吃法，不止口味独特，老板更延伸出蒸蛋汤的吃法，让人惊喜。当充满气孔的蒸蛋吸饱了汤汁，享受蒸蛋的同时，就也能品尝高汤，简直是一举两得。而且这蒸蛋汤的发明由来背后还有个温馨的小故事哦。以前那人比较节俭然后来吃米糕的话，再配一个蒸蛋，他如果另外再浇一个汤的话，可能会觉得说怎么那么多钱？
那阿公就说，不然这样子，你那个蒸蛋哈，我给你加点汤，加点汤，你可以喝汤，也可以吃蒸蛋这样子。客人的反应都很好，以后的客人来就每个人都说我要吃蒸蛋汤，吃蒸蛋。因为体贴客人而研发出来的新菜色，不仅大受欢迎，现在更提供了多种的选择，让客人天天都有新的搭配。像是以云林大杯的咸菜和鸭肉搭配出来的咸菜鸭肉汤，不仅甘甜顺口，还有老板浓浓的故乡味。其实也是从北港下来之后，都会多多少少会有那种故乡的那一种情怀，所以说会选择比故乡的那一种食材来作为优先。为了要保留食材的精华，老板也坚持所有的汤品都要用炖的，所以不论是保证不苦、滋补润喉的苦瓜排骨汤，或者是软嫩香甜，就连骨头都可以一口吃下的排骨酥汤，都各自拥有粉丝哦。通常排骨酥汤就是喝起来都还蛮油的，但是这家虽然看起来它是有油，但是它其实喝起来还蛮清爽的，而且它的冬瓜吃起来整个就入口即化，就很好吃。对食材有所坚持，把客人放在第一位。米糕飘香了60年，全靠老板对自己的要求。米糕嘛是讲有咱两轮哦，做了无好，咱就不爱，就搁再卖较少就不要紧安尼。爱第爱客人，人客咧食会下安尼。下次来到浪漫的爱河，可别忘记这里也有间老店，正在默默地守护高雄人的胃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介绍的这一间肉粽店啊，它一样也是历史悠久，走过了60年，生意依然是好的，没有话说。他们的肉粽啊是遵循古法，用水煮的方式取代用蒸的，那么因此啊吃起来是特别的香 Q， 而且每一颗的肉粽它都跟手掌一样大，所以只要吃下一颗啊就会超饱足的，难怪啊怎么吃都便宜。就连台语歌王叶启田，他来到高雄开唱的时候啊，都还要亲自的来品尝哦。而且呢，老板啊，他还为了客人将店面啊扩张到有100多个位置，所以让客人进来这边啊就不怕没有位置坐。赶快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去瞧瞧吧。半肥半瘦的3层肉越炒越香，混合花生、虾皮的糯米，同样鲜香够味。两者结合之下，就成了高雄地区口耳相传、飘香一甲子的美味肉粽。在我们林雅记是很有名的啦，这一排都是好东西啦，都是很好吃的东西啦。卖足久啊啦，嘿啦，30-40档有啊。我若来就拢来这食，那就对啦。不用等过年，天天都高朋满座的老字号肉粽蛙粿店，不只是高雄人的最爱，就连台语歌王叶启田吃过之后都赞不绝口，亲笔签名。这肉粽好吃的秘诀就在于混合了猪后颈和假心肉，用祖传配方和比市价贵1成的顶级酱油炒到完全入味，加上超大朵的埔里香菇和透亮的咸鸭蛋黄，就奠定了肉粽馅料的黄金组合。而肉粽的主角糯米，当然也得精挑细选。你要用迄较好撒的，无伊迄话撒袂熟啊，爱撒足久啊。话撒的话有熟，话无熟，像乌白蓝调的米，这叫固定的厂商，较有信用。上好的糯米混合大颗土豆和香气逼人的轻尾虾皮，就可以准备开始包肉粽哦。将粽叶裹成3角锥形，一把糯米，一把半肥半瘦的猪肉，香菇、蛋黄也齐来助阵，利落的折2下，立刻包出一颗饱满的粽子。师傅说，因为南部粽用的是生米，因此得包得特别的扎实，粒粒饱满，下水煮才不会散开。趁着热水煮滚，成串的肉粽放入半个人高的大锅之内，煮上4个小时，肉粽就能熟透入味。一打开，香喷喷的粽叶，米香和肉香扑鼻而来，一口吃下，不仅肉馅饱满滑口，糯米更是 Q 弹不油腻，真是道地的好滋味。大粒肉粽就是爱食有肥甲有瘦，啊食个唔才会配煮味的迄落，所以因够做啊。和肉粽同样坐镇店里60年的，还有绵密扎实的蛙粿，有着淡褐色的外表，吃起来特别入味，这是南部蛙粿的特色。而蛙粿的灵魂所在，就在这放了1年以上的再来米。伊个拢爱放一段时间啊，新米吹开好食。
经过机器细细研磨，纯白米浆涓涓流下。但要蛙粿好吃，米浆还得经过调味。看率性的师傅一匙一勺，好像加得很豪迈，其实分量全都靠经验累积。照迄个古早第一代遐教落来，一直传到今拢也无甲变动过啊。米、甲水、甲粉的比例拢用固定的，拢没有变过。接着在米浆中加入热水，增加 Q 度，就可以在碗中依序放入咸鸭蛋黄和香菇等丰富馅料。不过重头戏假心肉还要用秘密的腌料腌上4到5个小时，才可以加入蛙粿的行列。米浆倒入碗里面，与馅料充分的混合，盖上蒸笼盖子，还得铺上湿毛巾，避免蒸汽跑掉。用大火蒸上40分钟的蛙粿出炉之后，膨胀成胖嘟嘟的模样。绵密质感还透着浓浓的米香，入口散发淡淡咸香，就是记忆中的古早味。蛙粿也是很好吃啊，你试试看，哎，你试试看，我在这边吃了好几年了，有空我就来，有空我就来。内底 Q， 啊内底料无黑白红，伊照起工咧用，哎，所以讲伊就是老店好，好啦好食。蛙粿吼 Q 啦，哦，啊料有够啦。导游够再好闻啦！淋上酱汁，吃上一口 QQ 的蛙粿，绝对让人心满意足。如果再加上一碗清爽的古仔肉汤，就是十足的对味。而且软嫩的古仔肉可是每天都限量呢。因的汤吼营养足好的，拢控2点钟，古早拢控2点钟，足营养的。很嫩啊，食到感觉袂涩，袂涩啊，食到，嘿，迄个食到足煞脆安尼。从原本小小的店扩张到现在2个店面，生意依然是好的没话说。老字号的古早味，凭着对传统的坚持，要在高雄继续征服在地人的胃。高雄的海景是出了名的漂亮。广告回来呢，我们就要带您去海边去品尝一下超新鲜的手工鱼丸。欢迎回到台湾讲套的节目现场，讲到了高雄市的鼓山区，大家应该都会想到西子湾美丽的海景。就在这边呢，如果你想要吃手工鱼丸的话呢，只要你问在地人，他们就会告诉你，有一家传承了3代的手工鱼丸店。他们的鱼丸啊，可是坚持是用做生鱼片的鱼肉，把它搅成鱼浆，不仅弹性十足，而且还充满了浓浓的鲜鱼味，加上了同系列的像是虾丸啦，还有肉丸，就变成可爱的丸子3兄弟啦。这些产品都可以宅配到府，难怪有许多政要名人，其实他们都是这里的死忠顾客哦。优美的海景令人心旷神怡，咸咸的海风吹来阵阵凉意，让人仿佛置身国外的，就是高雄港发展的起源地鼓山区。来到这里游玩，可不能不知道位在代天宫旁的这一家卖了半世纪的鱼丸店，在鼓山，它可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，就连李长博都要挂保证呢。这鱼丸从我做囡仔历史就看到这个老头家就伫咧做啊，都若拜六礼拜人山人海拢爱排队啦，所以这搭是阮蛤蟆星下什主摆就对啦，历届这政治人物绝对拢爱来食这搭。不只是政治人物爱捧场，望着墙上密密麻麻的光荣史，还发现歌手齐秦也曾经是座上宾。鱼丸的魅力甚至红到了日本去，堪称台湾美食的骄傲。别看这一颗颗小小的鱼丸做起来好像很简单，里头制作的用心可是会让人大吃一惊。从选材开始，吕老板就不计成本，坚持选择东港的黑旗鱼，而且只用中段背部的鱼肉，也就是一般做成生鱼片的顶级部位，俗称冬瓜肉，每公斤可是要价170元呢。你看我们这摸起来的鱼就是不一样。它有一点弹性，这种有分有好几种，这种就是冬瓜色的。冬瓜色做一碗下去一碗比较有弹性，比较好吃。假如你红色做下去一碗就比较
软都不行了。切成块状的鱼肉，经过2次搅碎，还要放入大台的搅拌机，整整搅上1个小时，才能让鱼肉细致绵密。过程再加入盐巴和番薯粉协助凝结，用冰块增加弹性，软嫩的鱼浆就可以大功告成了。而且老板还透露，如果刚打好的鱼浆捏成鱼丸，能够立刻浮在水面上，就表示很新鲜哦。经过第3代小老板快手一捏，圆滚滚的鱼丸迅速成型，再配合中火和冷水一起煮，还得注意搅拌的方向和力度。有的都还没有熟，你搅很大力从中间这样弄的话，它们会扁掉，或者就是去把它的结构面全部弄坏掉。煮好的鱼丸必须马上放入冷水，增加弹性。而煮鱼丸的水也不浪费，送到店里与大骨一起熬煮，不用加味素，就是鲜甜可口的汤头。如果再撒上一点老板从中药行买来的白胡椒粉提味，风味更佳。汤头是用大骨熬成的，然后每天都是新鲜的熬骨汤头，所以就是非常甜美，很好喝。配上仿佛小雪球的 Q 弹鱼丸，一口吃下，浓郁的鲜鱼味满满流窜在嘴里。鱼丸的滋味哦，食都会 Q 啊，有食料安尼，伊拢现做现卖就对啦，卖无了就无啊啦。主要物件就是保持这个品质。QQ 安尼，迄落脆脆好食呢，汤搁甜好食。除了鱼丸，他的兄弟虾丸也有不少拥护者哦。为了让客人吃到虾子的口感，老板还特地选用比较大只的新鲜草虾。我阿公说过，宁可选大只比较贵一点，也不要让客人吃到那种像外面卖的那种草虾很小只的，因为那一种的大小跟口感真的差很多。烫熟的虾子挤干水分，还要亲手切成虾松的大小，保留虾肉的形状。接着准备的葱段也得注意，只能挑选白色的部分哦。只能挑前面白色的，因为后面的会比较辣，人的味觉就是对辣比较那个排斥啊，这样就吃不出虾丸的鲜美。再加上清脆的薄剂和鱼浆一起搅成粉红色的虾浆，做成的虾丸煮法可就跟鱼丸大不同喽。你下去蒸的时候，它们本身的虾子的甜味、葱的香味跟味精的脆度和甜味，它会直接流出在虾丸里面，就好比一个气球里面你放一个东西，它就把它包覆住了。蒸好的虾丸在电风扇前褪去热气，飘出阵阵的清香。粉色的丸子镶嵌鲜绿的青葱，配色大胆漂亮，让人忍不住想咬一口。食到甜甜吼，伊这料吼真实在真好，值得慢慢品味。食到内底这虾仔肉吼，各项吼真好，袂歹。虾丸吃起来，虽然没有虾子的形体，可是吃起来就是有虾子的味道，非常好吃，嚼劲也蛮好的。想吃招牌的丸子，当然也不能漏掉每一口都吃得到的猪肉馅和肉丸，里头可是添加了炸过的扁鱼，增加香气。你这肉丸食起来吼，香香啦，比鱼的这香气哦，真正真好啦。它除了吃得到小颗的鱼丸的味道，还可以吃到一点小碎肉的猪肉的味道。串上 Q 弹的鱼丸、鲜甜的虾丸和超 juicy 的肉丸，就是可爱的丸子3兄弟喽。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，都吃得津津有味呢。坐着咸咸的海风，走过50多年的老店，尽管到了第3代，对鱼丸依然坚持相同的信念。就好像照顾一个小 baby 一样啊，他脚发烧了，我们就要赶快带去医院啊，然后他脚会冷的话，我们就要马上把他盖被子。所以我们在做鱼丸的时候，就要把它跟照顾新生儿一样啊。为了要让越来越多人可以品尝阿公留下来的古早味，吕老板也开始透过网络行销宅配。如果你也想一尝丸子3兄弟的好滋味，一通电话也可以吃得到哦。吃完了鱼丸，广告回来呢，我们要带您去高雄县品尝一下新式的一鸭3吃的吃法哦。
台湾假淘淘的节目现场，一般我们所说的烤鸭三吃都是呢烤的，或者是拿来用炒的，以及做成鸭汤。不过啊，这一间我们要介绍的烤鸭店，它卖了20多年哦。那他们自己呢就研发出了一种叫做咸酥鸭，它是取代了鸭汤的吃法。那么因此啊，这一家店啊是相当的有名，而他们是精选了2个月大的鸭子哦，因此呢吃起来是软嫩又多汁。不论是配面皮来品尝北京的吃法，或者是油炸、快炒，其实都很受欢迎。再加上每天有限量的咸酥鸭头，其实它不先预定的话，可能还会吃不到哦。鲜嫩烤鸭多汁诱人，爆香咸酥鸭外酥内软，加上吃来超下饭的青葱炒鸭，一鸭三吃就是超美味的全鸭飨宴。那烤鸭真正好食啦，阮食10几年啊。因开店，阮个拢来常常来咧买啊。若有对遮过来甲买安尼啊。拜六啊、礼拜啊，拢摆到大路，迄人要食要买的人啊摆到大路，排头都有50个。真罕得讲无排队啊。不论是白天刚开卖，还是晚上快收摊，鸭肉店人气都是强棍。吸引人潮的就是这一只肉质鲜美的香酥烤鸭。老板娘可是非常坚持，全都要用最新鲜的鸭子哦，现宰现卖，每天都卖现成的，没有隔天的鸭子。要腌，我们的秘方36种秘方，腌一腌。老板娘说，鸭子的肉质要软嫩，得精选2个月大、油脂分布最完美的中等鸭汁，将它们泡一泡秘方澡，增加香气之后，还要再浸过麦芽水。鸭子上色，才能送入全台湾只有2台的烘干机里。透早来腌好无？爱送去这台烘干机内底，让伊较入味，无吊伫外口安尼会烘焙煞安尼较卫生。啊，这是阮头家伊家己想的、家己设计，啊全台，敢2台尔。烘干的烤鸭一只只放进传统的炭火式烤炉，让火舌加持。盖上盖子，忠心的店犬阿财还会守候在旁，看顾炉火。45分钟以后，烤好的鸭子闪着深咖啡焦糖光泽，阵阵喷香。经过大刀斜片下，鲜嫩的鸭肉还保留精华肉汁，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。气味足香的啦，啊食起来迄个肉吼足 Q 啊，伊的烤鸭和人无同啊，较特殊啊。皮脆脆的，然后肉多汁，很好吃，搭配那个甜面酱啊，就很赞。想品尝北平烤鸭最经典的吃法，当然不能忘记将烤鸭夹入饼皮，搭配葱段和甜面酱。选自宜兰的3星葱，老板娘只要尾端最嫩的白色葱段，加上每天用秘方现煮的甜面酱和特制饼皮，滋味不输北平道地的口味。它的面皮很 Q 啦，然后整个烤鸭的搭配出来的味道很好吃。片完肉的鸭骨，可别以为没有用途，老板娘会刻意多留一点肉，剁成块状，再以甜面酱调味，加入青菜和葱，大火伺候。炒过的烤鸭汁多味美，每一口都还吃得到嫩肉哦，很美味啊！炒出来的烤鸭热热的这样吃，配饭很好吃。伊的烤鸭咧烤的甲炒的吼，有炒过的，拢种口味拢种特殊的。拢好吃。颠覆一般做法，烤鸭的第3吃是老板娘自己研发出来的盐酥鸭，不仅口味独一无二，口感也比盐酥鸡更有嚼劲哦。盐酥鸭是阮家己迄个自己创作，出自灵感。烤鸭已经足普遍啦，我是甲阮先生讲，咱来想一项和人无同款的帮你做。刚创业的时候反应不错。就开始慢慢。为了要降低盐酥鸭的油腻感，老板娘还特地加入嫩姜一起炸，而且要求厂商切到2公分，可透光的薄度让炸好的姜片吃起来就像饼干一样酥脆。伊个咸酥鸭内底吼，佫有蓝姜，啊姜食了去风寒，所以阮来拢安尼爱食一下，真正好食的。啊，可能是要切歹势这种的。 同样高人气的还有皮 Q 肉酥的盐酥鸭头，如果不提前预定，晚来可就吃不到了呢。阮店的即马畅销是上好的是盐酥鸭头，介高啊，食起来像咧介 Q，啊，阮拢限量的，一工差不多200几尔。
我自己很喜欢吃皮啊，它的皮很 Q 又很香，喜欢吃皮的人建议都可以来吃吃看。1种鸭肉，3种吃法，让客人怎么吃都满足。如果你也喜欢吃鸭肉，别忘了到这里品尝鸭的极致料理。节目呢，下次啊，如果您到高雄的话，应该就不会再为哪里有美食而伤透脑筋喽。而这些老字号的店家，其实他们可是都是有岁月的累积，才会成为今天的美食名店。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美食资讯，也欢迎您上爱尔达官网。我是主持人石小倩，我们下个星期再会了，拜拜。